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你们别跟别人说啊。今年过年，我妈一年到头舍不得花钱，到大年初一给孩子包的压岁钱，最后被温迪给花了。当时那场面吧，还真挺壮观的。孩子们只要说一句“姥姥过年好”，我妈就给1摞5块钱。姥姥过年好，好，给一个。姥姥过年好，姥姥过年好，再给。姥姥过年好。当时温迪在旁边啊，我真是使出吃奶的劲儿薅着温迪，要不然他说啥就要上，高低要加3，也给我妈克一个，跟我妈说句“姥姥过年好，姥姥过年好”。因为温迪被这个场景给震慑住了，他惊叹中国小孩过年的净收入，指着翟奥达、张大铁一直问我：“那他们这种高收入人群，难道不需要交税吗？”然后刚从我妈那走，我就跟翟奥达说：“我说压岁钱一会儿都给我啊。”拿铁立马就给我了。翟奥达开始反骨了，问我：“给我的钱为啥给你呀？”温迪也过来了。对呀，给他的钱为啥要给你呀？我说：“那他平时不得花钱吗？光上学就得多钱呢？”温迪说：“这话说的，那如果过年没有压岁钱，你让你的孩子当文盲啊，不接受文化教育了，那给孩子的就是给孩子的。你既然都给了，你就得让孩子享受可以自己花压岁钱的快乐。”我就懒得跟他掰扯这个事儿，然后这个事儿我就忘了。过2天我们就去了哈尔滨，到哈尔滨我就发现了一些端倪。哈尔滨呢有个老虎园，这老虎园你可以买了肉坐车进去喂老虎，也可以只花车票的钱不喂干看。那温蒂的性格呢，你们也知道，他恨不得车钱都不掏，就自己溜达进去。我说那肯定是不会买肉的，没想到人家温蒂今天不光要给老虎喂普通的肉，还要给老虎买活鸡喂，不光要买活鸡，还非买那个贵的，80一只肉食鸡，150一只笨鸡。温蒂说咱要买就买那个贵的笨鸡 ，stupid chicken， 人家一共剩6只 stupid chicken， 全被温蒂包了。我当时就纳了闷了，他自己儿子都舍不得喂的人，今天花血本喂老虎。出来到了那个纪念品店，温迪也是买冰箱贴、老虎纪念衫，还给翟大拿铁买玩具。我正搁这理解不了呢，张拿铁说漏嘴了。张拿铁告诉我：“妈，你快点挑东西，我姐兜里就剩5块的了。”我才整明白，翟奥达的压岁钱放温迪这保管了。这次出来玩，看起来是温迪一直在给自己和周围所有人慷慨的买东西，实际上花的都是我妈的钱。当然，人翟奥达也没忘了他的姥姥，借温迪手机给我妈打视频问：“姥姥，我们现在在老虎园，你有什么喜欢的，我给你买。”我妈正搁那跪地上干活擦地呢，赶紧跟孙女说：“不用不用，姥啥也不要，你玩的开心，姥就开心啊。”我就瞅我妈还搁那含辛茹苦呢，给孩子钱都被温迪花了。我看着温迪搁那花钱，我在看我妈搁这费劲哈腰拖地呢，我这个心疼，赶紧给她安排上科大讯飞 AI 扫拖机器人 X3，它能识别人体姿势和手势动作，直线要扫的地方精准锁定，快速打扫。遇到液体污渍先拖后扫，还可以说哪儿扫哪儿，喊一声小飞小飞就会打扫家中各种地方。但是这个事儿属实是让我不高兴了，我真不高兴了。我觉得我妈攒钱给孩子也不容易，就这么花了，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妈。可是没想到从哈尔滨回来，温迪拿着他的家园跟我说，让我给他换点人民币。他把换回来的人民币一共1200多块钱都还给翟达了。温迪跟我说：“我不可能花孩子钱的，我只是听翟达说他年年收红包都特别开心，但是没有1年能自己留下压岁钱，能自己花一次。我就寻思让他也过把瘾，想买啥让他买点啥。我姐姐有好多好多的钱，我怎么没有啊？因为你都给妈妈了呀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呀？那你当时就是给我了呀，你自己给的。不可能，我傻呀，我傻呀。”我们全家都对不起张拿铁。现在我跟他说话，他是这样的：“我爱你。”我的公公婆婆从加拿大来了之后啊，俺家太闹了。我昨天呢就使了个坏，我跟我同事说，一会儿啊你约俺家这3个老外去玩密室逃脱。就俺家这仨人的汉语水平，那可以说是3个臭皮匠顶个臭皮匠了。一旦进去1天都出不来，我就可以清闲1天。我同事说没问题，姐，给他们关进去。结果下午1点，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说，姐，我接到他们了，但是现在计划发生了一点意外。你们家这3老外发现中国的密室逃脱，他居然讲中文，去张拿铁的幼儿园把张拿铁给接出来了，给他们当翻译。现在这个臭皮匠组合还非常有信心的。臭皮匠组合是这样分工的：布莱恩经常玩密室，提供经验；大胖媳妇儿博士提供智商；温迪常年抠门，提供细心；张拿铁加拿大叛徒提供中文。他们把张拿铁的存在珍视为加拿大人的汉语桥，他们认为他们这个组合简直天衣无缝，绝对能打破这个密室的通关记录。这4个人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密室逃脱，在第一个线索这里发现了第一个问题：张拿铁这个汉语桥他不识字儿。拿铁就是什么？那是真的。这是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我是中国人，但是我不认这，不认这。紧接着又出现了第2个问题：张拿铁这个汉语桥他还不会翻译，桥的意思是连接，而张拿铁他只能说是一个汉语的断桥。It equals one and that racist. No, where's another one? 光嘛，掰这个，掰这个，拜拜。 No, bye-bye, I'm here. This one didn't even move. It don't even move. It don't. 广播一说话提供线索，所有人都看汉语桥。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。 What did you say? 都看我干哈呀？按照顺序重新装填序列时，都瞅我干哈呀？拿铁他说什么？我知道他说啥，我不知道咋跟你说。密室逃脱的工作人员也很担心，因为按照这个速度，他们有可能因为缺氧死在里边。
铁一直在求救。这些老外不认字儿。喂，这些人都不识字儿。怎么办？不回答。 4, 2, 3, start. 你好，人笑老外已经玩头发了，请帮帮我。你好，我饿了。他们彻底被困在了这里。张家铁这脑袋嗡嗡的，他跟我同事说，我要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把我救出去。我看着还是心软了，我就出发去接他们了。这天阳光还挺足，不能光顾着美，防晒可不能忘。我最近很爱用修丽可防晒小银伞，护肤最后一步，轻轻一涂，美白防晒两手抓，一整天咋折腾都不担心，不用补。最近跟他们频繁外出，用它不但没晒黑，还白了。我接到张家铁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质问我的：为什么把我和3个外国人关到这里面？为什么呢？但这还是真记仇。回到家了，都过好几个小时了，我寻气消了。我说张家铁，别生气了，妈不给你救出来了。为啥让我去？都吵我，都吵我。温迪呀，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。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。温迪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奥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大铁呢也装伤心。翟奥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大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大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稻香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大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呀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大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大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全头宴。因为温迪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迪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扬头，这是镜头，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！满意，吃它，吃它。温迪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迪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味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你老了，